终南山下，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这几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看过金庸电视的人都应该了解。那么这个地方是否真的存在呢？不错，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就真的是活死人墓。那这个地方呢，到底有没有像金庸笔下说的小龙女和杨过的故事？到底有没有古墓派？今天我们就来这里走一走。这个地方就是秦岭终南山脚下面，活死人墓就在这个地方，其实离终南山很近的。可以看到远处那就是一片大山了，秦岭南北的分界线。这个活死人墓是因为跟王重阳有关，王重阳属于一个道士，所以这个地方呢叫陈道宫。现在里面还有一些道长在里面。这个重阳陈道宫活死人墓和王重阳的关系，重阳陈道宫是全真教主王重阳修炼成道的地方，位于陕西省的这个祖安镇，距今呢有800多年的历史。关于陈道宫的由来，还要跟王重阳和活死人墓说起。看过《神雕侠侣》，大家都知道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说的就是那个王重阳是最厉害的。那么也都知道终南山下的活死人墓就是小龙女的宗门古墓派所在之地。当然这些都是小说杜撰的。那历史上有没有古墓派呢？其实是没有的，也没有小龙女。但是活死人墓是真实存在的，创造此墓者呢就是那个王重阳，是全真派的创教祖师，也是真实存在的。王重阳确实有这个人。那至于其他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就不知道有没有了，但是王重阳是有。王重阳在48岁的时候决定与世隔绝，闭关修炼。在1161年，王重阳就来到这个地方，自掘一个地穴，以活死人墓命名。活死人墓一方面象征着那个，就我们说的他修炼的假死之身，识破万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的割断红尘，就我们说的要获得新生一样的。王重阳在活死人墓中，其中呢闭关修炼2年，后面离开这个地方。王重阳去世之后，当时的丘处机就将他的我们说的骨灰安葬在这个地方。那活死人墓为什么会出现跟小龙女和杨过有关呢？这个大家都看过《神雕侠侣》都知道了，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前面是一片我们说的农田，在不远处就是秦岭终南山脚下。终南山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应该说很多人听到终南山就联想起《神雕侠侣》。听说现在终南山上面还有很多人在隐居呢。我们现在进来了，它这个地方不大。前面可以看到有钟有鼓，就我们常说的左钟右鼓，或者是说晨钟暮鼓，这个是那个古代寺庙啊或道教道观里面必不可少的，这个基本上在每个寺庙里面都有。活死人墓就在前面，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道长在这里。前来参观的人还是有一些的。重阳陈道宫，因为是王重阳嘛，王重阳还有林朝英2个人的爱恋情仇。我们看那个金庸的小说知道，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就是说王重阳在里面是最厉害的一个。但是呢，林朝英跟他2个爱恨情仇，就是说后面林朝英对王重阳因爱生恨，然后2个人分道扬镳，创立了古墓派，后面就有小龙女杨过的故事。这个就是活死人墓，肯定大部分人都听过。这个很多人都说这个是杨过跟小龙女的地方，其实呢，应该说不是。活死人墓，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比较简单，其实这个活死人墓在当年这个墓道是可以进去的，就是说这个墓被盗了，后面经过修缮变成这个样子。按照《神雕侠侣》小说来讲的话，《神雕侠侣》中那个活死人墓里面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像地下迷宫一样的地下建筑很多。但不管是真是假，
包括小说中的记载，我们在这里是现在看不到的，只能简简单单看到一个道观，还有一个活死人墓在这个地方。现在还有很多我们说的道长在这里，就是我们说的在这里修炼吧，在这里修行。刚才我们也看到很多。看来这里的道长还挺多的，大家尽量叫道长，不要叫道士。为什么呢？我上次在武当山，就是当时那个导游告诉我，不要叫他们道士，要叫道长好一点。大家知道这个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呀？那这个活死人墓大概有800年的历史，那有没有被盗呢？按照资料记载，这个活死人墓确实被盗。当年这个地宫呢，入口还能打开，但是现在已经回填了。按照资料记载，当时有人进去了，专家有人进去了，但是呢，进去之后出来都没有说什么，就是一口都没有提这个事情，可能里面的情况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吧。所以活死人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无从得知，因为地宫是进不去的。那么我们转了这么久，其实呢，这里是没有小龙女和杨过的踪迹的，因为那个只是小说中带给大家的想象力。其实来西安、来陕西很多次，一直都想说来这个活死人墓，今天终于看到了。所以大家心目中的活死人墓跟我们眼前看到的活死人墓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区别？大家可以说一说。活死人墓我们就参观完了，我们准备出去了，没有找到小龙女和杨过的踪迹，但是活死人墓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看一看。